大家好，我是 Elena， 今天要来更新好久不见的纳法斯系列。今天呢，整理出了5个最常被问到的问题，跟我的一个好朋友 Eva。大家好，我是 Eva， 我今年刚毕业。对，然后他也是从台湾来的，所以我今天让他来担任我们的问问题的角色。你准备好了吗？好，那我们就来开始第一个问题吧。好的。第一题的话是很多人问说，如果和挪威人结婚的话，可以直接合法居住在挪威吗？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话，就是不行。如果我们跟挪威人结婚的话，我们就是作为外国的住民，我们的名字会被放在挪威人的结婚的配偶栏的那一栏，然后我们会拿到一张证书，但是那张证书的那个就是我们的身份证字号那边会是空白的，代表说我们在挪威的户籍系统里面是查无此人。那如果他没有签证的话，最多可以待在挪威多久？就是根据台湾跟欧盟地区相关的一个旅游的法规的话，我们就是有90天的免签这个样子。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跟挪威人结婚，我们是没有办法拿到签证，我们就还是一个游客。我们90天内就是要离开申根地区这样子。好，然后这一题的话比较好笑，可以不申请就是居留签证，然后直接申请成为挪威公民吗？比如说我超有钱，或者是说我超有能力，很会工作什么，直接被挖角过来那种。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情况，但是就在挪威的话，它是一定要经过先申请普通的居留，比方说工作签或者是就是结婚的配偶签证这样子。然后第二个一定要就是先拿到永居或是有等同于永居的条件，全部都已经达成以后，这样才能够再申请就是公民，没有办法直接申请公民。那假设我后来要申请永居的话，我需要什么语言检定之类，要通过什么之类的吗？哦，对，所以语言检定的话是永居跟申请公民的时候都要用到。目前的话，永居是大概 A2 左右的程度，然后公民的话是 B1。OK， 你会觉得这样子太严格了吗？我不知道，因为我还在学挪威语，挪威语很难。好，了解。我听说就是有一些地方，只要你在当地买房子的话，你就可以申请合法的签证。那我想知道，就是挪威也可以这样做吗？挪威的话是，如果是买房子这种不动产的话，我自己有问过，就是 UDI 跟那个国税局的人，他们是说不行。就是如果买房子的话，你只会拿到一个就是 D number， 然后那个 D number 的有效期只有6个月左右，就是待你之后拿到更进一步的就是居留的签证以后，才能够就正式居住在这片土地上。那个 D number 就是它是一个暂时，它会过期。只有你有拿到其他的相关的签证，你才会拿到挪威的身份证字号。然后那个挪威身份证字号就是一个长期的，可以让你办银行账户，或者是说就是入籍挪威当地这个样子。所以说就是买房子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就是有住在挪威，然后在这边就是像正常的居民一样生活那个权利。但是如果你有挪威身份证的话，你就会直接入当地的健保。像我之前拿长期的学生签证的话，他就会直接帮你分配一个家庭医生。对，我其实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只知道说就是只拿 D number 的话是没办法开户。好，再接下来的一题是，如果我申请签证后，我可以就是合法的留在挪威等签证吗？这个问题的话，主要是看我们在哪里申请的签证这样子。然后说台湾申请的话，我们就是交给丹麦的商务办事处这样子。然后如果我们是在挪威这边本地交的话，我们就是先以游客的身份进来，然后在警察局交案。只有先以合法的身份入境以后，在挪威这边交，你才可以就是在挪威这边等。在等待期间，当然也是合法居留。如果你的90天游客签在这个时间过期的话，你还是可以留下来。我之前在台湾申请学生签证的时候，就是也是等到我收到那个合格之后，我才入境挪威的。那你在那个之前如果想要进，好像也可以进，对不对？之前的话，应该就是可以用合法那种，就是3个月的那个旅游签吧，申根好像可以待，总共可以待3个月。所以如果你可以确定你在3个月之内会拿到的话，你还是可以先进来啦。对啊，但是还是想说可以在台湾多待一点，因为这边没有什么好吃的。哦，有道理。对啊，再来最后一题，在等待我的签证就是许可的时候，我可以出挪威，然后又回来吗？就是等于是我可不可以出国玩？
如果你当时就是还在等签证，但是你的90天的旅游签还没有过期的话，那当然可以。但如果你的90天的旅游签已经过期的话，你就是只能留在挪威这边合法的等待签证。这个居留的时间在挪威是合法的，但就是因为挪威他们跟他们自己的移民局当然会有系统的就是互通啊，或者是资料的互通。但如果你去其他国家的话，他们不知道你的情况，然后你又拿不出他们想要的那一张就是文件来证明说你这是合法的居留，或者说就算 UDI 移民局有给你这张文件，但国外的警察或者是国外的海关，他们可能不太认识这个东西的话，他们也可以选择就是直接无视。所以我是不建议就是出去旅游，如果被抓到的话，可能会被遣返。然后现在好像欧盟入境那些好像又有一些就是法案更新，所以保险起见好像还是待在挪威境内比较安全。但我真的超想出国，所以你现在在等签证，对，我在等签证。然后已经3个月过期了。我不知道怎么算3个月，就是你上一次入境以后算3个月，算差不多快了。好，那就是对他就是留在挪威这边乖乖来等签证。因为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今天要从挪威回去台湾，然后我们中间一定要经过第3国，我们说德国好了，如果德国的海关不听你的解释，然后决定把你遣返的话，就跟挪威的移民局申诉好像也没有太大的用处，然后德国的海关好像也没办法跟他们申诉，所以就是会怕有这种风险啦，所以不建议。好，所以以上是今天5个问题，圆满结束耶。如果今天就是这些问题大家也有疑问的话，就希望可以帮大家解惑。但如果有没有回答到的问题的话，欢迎在就是我们的留言区，或者是在我的粉专联络我，我会再做下一集，然后下一集你还会在这。对，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就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然后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拜拜。